都说红袖添香，美得很。但是自古以来，好多才子佳人暗香流动，到最后还不是青眼粼粼，吃喝拉撒。我们成都人不要红袖，要红油才添香。耍朋友就要耍得开心，吃红油就要多放辣，看得到的摸得到才巴适。老板，点一个。这个冒烤鸭给我来个小份吧，加个千层肚吧，加个鸭肠。对，再来个鸭肠。对，你家烤鸭是自己烤的吗？自己烤的，天天来的选鸭子都是自己烤。自己烤，好家伙！马上来了，起锅了。好家伙，这一锅看着就香啊！你们想吃啥？这里边有毛肚，有鸭肠，有鸭。看我们刚才因为人多啊，说小份不够吃，换了一个大份的。啊，先尝一口鸭子吧。来，哇，哦，它这个鸭肉烤的，外面皮儿是酥的，又油又脆，然后肉非常紧。它这个鸭子肉你一咬，它里面是呲出这个红汤来的。红汤呢其实不辣，很香。它这个蘸料也是蒜、葱花、辣油，然后再蘸从红汤捞出来的这个鸭子。哇，这是一大筷子啊，整整一筷子啊，这是毛肚跟鸭肠。这个鸭肠跟这个毛肚啊，外冒的火候比较好啊，就是很脆啊，稍微沥沥油。它这个红油汤，这个调料还是辣的，又香又爽啊。这太巴适了。这一大锅，我刚才看了，这5个人都不一定能吃完啊。虽然是我一个人在吃，你看，但其实还有4个碗落在这儿。你看着虽然这是4个碗没有吃饭，但其实这都是压在我们肩上的担子。我也是为了工作，所以先给你们吃一吃。哦呦，好家伙，这菜全出来了！哎，这还有粉儿。就问你，这一锅你想吃不想吃？这个鸭呀，其实是个特别美好的动物。我就目测，就嘟噜这口肉肯定特嫩特好吃。哦，你看，哇，它都软了。它那个皮带着那一块肥肉，那是溜嘟的。然后下面那个瘦肉，你要是正常吃它就柴了。那你这泡这个汤刚刚好。就这个鸭皮，你看着，哎，你看着烤的，哎，油光锃亮的，你觉得应该是有点焦脆啊，很油酥那个感觉。但是你看，你入口。它保留那个焦脆的韧劲儿，但是同时它已经非常的鲜嫩多汁了。我太喜欢这个鸭皮了，这就相当于是，这就相当于是你心爱的那种贼帅的男神又保了博士，知道吧？他就长了既帅，完了之后还被浸润了，你这谁受不了是吧？保博的。就这种啥优点都占一点的，完之后你就有点老惦记。
呦，这块好，这块好，娇艳欲滴啊，颤颤巍巍啊，哆哆嗦嗦啊，蓄势待发啊，生龙活虎啊！你看，这是脖子旁边的那个双下巴吧，是吧？你看这个带着皮，但这个鸭子可能原来挺肥，不大爱吃肉那种鸭子啊。这鸭皮真的就太艺术了，就无以言表，这就是四川人的智慧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烤鸭在北京吃，为了这个烤鸭烤出来好吃，那他给它填鸭，填了那个白鸭之后，再烤再片，给北京的那些达官贵人来吃。但是你看四川人呢，他想法和做法是完全另一路，这是人家的哲学，这是什么呢？这鸭子烤了之后好吃，但是这个鸭子柴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给你焖炉烤到9成熟，完了之后最后那1成我给它冒出来，这样它就啥都占了。而且这鸭子我也不用专门什么甜鸭呀、白鸭呀这那的，人家就是普通的鸭子这么弄，特别的接地气，这就是大众人民的智慧。而且，其实选这一家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来的是一个老旧小区，后面这楼都跟我爱我家那会儿似的。这里面就这一片呀，我们这一片有好几家都是卖冒烤鸭的。这中国乌压压全人都是来吃烤鸭，为啥就单选这一家呢？就是因为它这个铁门大动脑的。我们觉得这也是四川人的智慧。我里面的烤鸭，我就通过铁门给你端出来，咱照样吃。你看，你跟四川人聊的时候，四川人他不跟你说什么呢？不跟你说那个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但人家四川人有啥？有是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这当地人吃这个东西和他生活的智慧就这样，不整那些虚的，怎么巴适怎么来。如果不巴适了，就想法让自己巴适一点。你就不要嫖，说完之后再听到就要得了。哎呀，看啥子？看得到摸得到的才巴适。就看到这儿就好，然后做完之后看到他不要看其他地方，好，看得到的摸得到才巴适，好了吧？